这是一个有点囤物症阿姨居住的房子，东西太多，还是1楼，一进门感觉都有点发霉的味道，孩子们也不愿意回来。所以粉丝小姐妹为了她父母的健康，也为了回来有个地方待，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就是背着她老妈断舍离。我们用了12天的时间，把这个2室1厅70多平的房子，每个房间都清理了一遍，把那些多余的、过期的、不用的、不穿的衣服啥的全都清出去了。现在每个房间都是干净清爽，没有那些乱七八糟多余的东西。东西是都清完了，小姐妹还想借着这次机会把家里面能改造的地方都给它改造一下。第一步就是换地板，在阿姨这屋又发现了一大钱，这应该是找到的第6包是第7包了，合在一起价值的话得有6、7千了。好多人都担心粉丝小姐妹偷偷的给她妈扔了这么多东西，回来以后会不会接受不了。不光你们担心，其实我也挺担心的。但是小姐妹说了，在阿姨回来之前肯定会给她渗透，家里已经请人收拾了。小姐妹还说了，收拾的时候给她找出来了那么多钱，她肯定会开心的。再说家里面那个油烟机、煤气灶还有地板全都给她换成新的，可能惊喜会大于惊吓的。听小姐妹的意思是，阿姨可能有时候也想收拾，可能看看东西太多，每一样东西都是用钱换来的，看看这个不能丢，看看那个也不能丢，无从下手，一拖再拖，再加上爱购点物，家里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。还有就是小姐妹说她妈现在的精力明显没有原来好了，在她家看孩子，她就能明显感觉出来，以前啥都能干，现在可能回家给孩子做个饭就得休息半天，就是没有那么大精力了，干了这一样另一样可能就干不了了。所以这次收拾完以后，有可能他妈还是开心的呢，我是那么感觉的。谁一进门看到干净整洁的家不开心？而且他最宝贝的保健品都给他留着呢。手术屋之前小姐妹就说了，阿姨最在意的就是她的保健品了，只要把那个留着，其他的丢了都是小事儿。地板再一换，肯定会惊喜大于惊吓的。听叔叔的意思是，家里这个地板之前被2楼漏水泡过的，好多地方看着都破烂不堪了，也想过给它换成新的，但是没有那么大精力去收拾了。这一次如果不是小姐妹张罗，可能他们就会将就的一直住下去。本来是想的东西扔差不多了，先把这个地板换上，然后再慢慢的去收拾别的地方。叔叔找人来测量地板的时候就说，卫生间前面这一块这么湿不正常，所以就找了专业的人来测试一下，看看它到底是哪个地方漏，要不然铺完地板再漏的话那就麻烦了。测试了好长时间，师傅确定肯定不是地热的问题，可能是太阳能的热水管坏了，所以最后决定太阳能不用了，到时候买个电热水器。然后是等待了2天，就是把地面晾干了以后，才找了装地板的师傅来开始安地板。小姐妹还说了，幸亏换地板了，如果不周地板的话，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现水管漏水。测试的师傅说，饭桌后面那面墙之所以那么潮湿发霉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这个水管漏的可能都不是1年半年的了。小姐妹更加确定了这次收拾屋的正确性了。她老早就想给她妈收拾屋了，一直不能下决心。自己以前回来收拾过好多次了，都不彻底，等下次回来的时候又恢复原样了。看着他老爸老妈那个居住环境，他也想给他改变一下，因为平时还要上班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经营这件事儿。最后他决定自己出钱找我们来给他收拾。小姐妹交代我了，这个冰柜不要了，看看到时候给他卖了，让我看看冷冻里的东西，那些不好的都挑一挑扔一扔，剩的好的往冰箱里放一放。他说家里没必要有这么多冰箱和冰柜，囤的东西太多了，永远也吃不到新鲜的。我打开一看，确实里边有好多过期的，有的都过期7、8年，像这一瓶海螺都快10年了，这个黑鱼片也是过期2年了。像这些海鲜是没有日期的，小姐妹说应该是过年拿回来的礼盒。阿姨不在家，就叔叔自己在家，他也不怎么做，但是把这些不好的东西给他扔掉吧，他还心疼，挑出来了一部分不要的，剩下看了一下还有好多，也不能全放到冰箱里面，所以这个冰柜暂时先留2天，等过2天他把剩余的东西拿到单位去以后，再把这个冰柜卖了。该说不说的，这次收拾屋叔叔也特别给力，虽然他也会心疼，但是只要小姐妹说了，他都会去照办。通过这么多天干活，真的我能看出来叔叔跟小姐妹他俩之间的亲子关系特别好。我感觉叔叔也是一个性格特别好的人，还特别能干，现在都快70了，还在外边上班，只赚钱不花钱。不光是宠媳妇，还宠姑娘，
不抽烟不喝酒，应该是能算得上是一个3好男人了。今天叔叔找不着袜子了，问我把袜子放哪了，我还跟叔叔开玩笑呢，你放心吧叔叔，你就那么几双袜子，我肯定不能给你扔，你这袜子也太少了，是阿姨的冰山一角了，阿姨的袜子是论包论抽屉，你真的是论双了。叔叔还说我是怎么着都行，我对穿上面没有要求，只要能穿就行，我都是新3年旧3年，缝缝补补再3年才把这个东西给扔了呢。这次收拾屋也能看出来，阿姨的衣服包包鞋都特别多，2个卧室里面放的东西大部分都是阿姨的，叔叔的衣服都能数得过来。以前叔叔的衣服都是放在外面，收拾完以后叔叔终于有自己的大衣柜放东西了。能看出来这次收拾屋叔叔还是挺开心的。小姐妹不都说了吗，以前下班不回来，现在下班就往家跑。这个墙面其实应该铺地板之前就给它铲掉，但是之前都忙着扔别的东西了，就想着这些细节过后了再慢慢收拾。最主要的就是阿姨没回来之前把屋里那些没用的东西都给它清出去。这个茶几之前都打扫过了，但是抽屉底下忘记了，今天不拿抽屉的话，这个地方可能就错过去了。家里有人住的房子铺地板就是特别麻烦，家具各种的挪来挪去，拆地板挪1次，铺地板可能都得挪2次。特别像阿姨他们家这个床底下装了满满的都是东西，可费劲了。师傅铺地板这一天我俩就跟着他搬搬挪挪的。这个沙发不周起来还不知道底下这么脏呢。之前我买了一个专门清洗沙发的，试了一下还挺好用的。这个也是我看别的博主用我拍回来的。以前我都是用油污净擦这个皮沙发，后来他们说不能用油污净，半年以后可能会裂皮的，所以我这次特意拍回来的。一会儿我把链接放到橱窗里，你们要是有需要的可以拍。我试的挺好用的，跟油污净的效果差不多，但是那种发霉的擦不掉，污渍是可以擦掉的。这个床从拆地板到安地板挪了3、4次是有了。我俩是一边把东西归位，一边收拾卫生。上次收拾这个屋的时候，好多姐妹建议应该给叔叔这个床上换一个床垫子，我也跟小姐妹讲过了，尺寸也要走了，但是后来好像是听说叔叔不愿意要，说家里的被太多了都没有地方放，最后买没买我也没问。像他们这个岁数的床上好多都是铺的被，没有床垫子。我爸我妈原来的床上也是，我是去年才给他换成床垫子的。其实我感觉有的时候老人他不愿意要，但是换完以后他也挺开心的，就像这个油烟机一样，小姐妹给他换完了，叔叔还说呢，还是新的好呀。旧的拆完了以后墙上有点印儿，我又喷的油污净给它擦干净了。地板师傅是从早上7点一直按到下午4点，颜色是小姐妹选的，买的是70块钱一瓶的，整个屋铺下来好到4000块钱了。这是铺完以后的效果，其实这个颜色挺好看的，就是感觉它有点不太上镜，视频里面没有实际的颜色好看。这只是改造的第一步，后期小姐妹还准备把院子好好收拾收拾。收拾院子的时候，叔叔还给了一大惊喜呢。